大家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那么今天上午咱们第二个视频来聊一聊港股的东岳集团，同样它也是来自于咱们的粉丝约稿。最近我发现咱们的粉丝功力是越来越厉害，选的这些股票都不错啊，中长期走势都不错，但是无非就是在短期来看的话，可能都需要等一等。但是至少我们知道选出来这只股票，它是处于一个上涨阶段的一个初期，对于后期大家来操作来说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期。那下来我们从波浪理论的角度来具体看一看，为什么我也看好这只东岳集团的股票，以及它后期上涨的空间和幅度都是比较大的。整体我们还是先寻找这只股票上市之后的一个低点，是在2008年的2月份，低点是在 0.27， 高点是出现在21年的9月份，最高是 28.50。 这一轮的上涨和刚才我们早上讲的第一个票挺类似的啊，它整体走势也是一个所谓的三波形态ABC 的一个三波形态。再一个我们要看一下这一次从最低点到最高点，它这一次上涨它所需要的一个时间跨度是多少整整用时是149个月，149个月，08年到21年大致就是13年的这样一个时间，13年的时间从 0.27 涨到了 28.50， 结构上是一个 ABC 的一个形态。那我们再看一下此次从 28.50 下跌到最低点，它的用时用了35根也就是35个月，最低点是出现在24年的8月份，低点是 4.92。 为什么我们要通过这个时间来做对比？因为以往一波行情涨完以后，它这个回撤包括它这个调整，它大致是有一个最低要求的。就拿这一次这个东岳集团来看的话，前期三波反弹上行用了13年，此次回撤用了3年，那明显是两者的差别稍微有点大。那也就意味着这里从 28.50 到 4.92， 我可能会先认为它只是向下调整第一波，也就是说这里我可能会认为它会做一个新的一个宽幅震荡走势这是一个 A 浪，后期可能有一个 B 浪，大 B 浪，然后下来再有一个大 C 浪，会形成这样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走势。那么黑色段表示，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之前的这波 A 浪下跌它是已经结束了，当前咱们是处于这个 B 浪反弹的一个初期，等这个 B 浪反弹走完以后，后期可能还会从高位出现一个大幅回落走这个 C 浪下跌。当前我们其实就是研究这波 B 浪反弹它整体的一个结构以及后期的一个幅度。既然我们知道这个波 B 浪是对于前期下跌 A 浪的一个反弹，那么我们就需要拉取这个 A 浪整体波幅的黄金分割，看一下后期潜在的这个上行和反弹目标在哪里。黄金分割一拉就很清楚，那保守的目标我们先看到 0.5 到 0.382 这个区域，这是属于咱们这个月线级别的一个压力，14到 16.70 这两个点位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月线级别的目前比较保守的看法的两个压力位。那既然知道我们现在处于这个 B 浪的一个初期，那么下来我们就要调整到更小的周期来看一下当前我们处于 B 浪反弹具体是哪一个结构当中。我们将时间调整到周线图，从当前这个周线图的走势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相对低位它是 4.92 开始向上它是出现了一个疑似终结楔形的这样一个形态。这里我们就需要首先借助一下这个波浪尺，测算一下这个引导楔形出现之后，其中的子浪3和子浪5的一个比例关系。刚才口误说错了这里应该是一个引导楔形，2、3、4，红色段的表示。然后我们再借助一下趋势线，画清楚这个目前形成的引导楔形的它的一个运行轨迹通过这样一画，我们大概就清楚了整体走势它是属于一个震荡上行，并且这个区间往上的话它是在出现一个逐渐收敛的这样一个走势结构。这里我们就可以通过刚才我们所画的这个波浪尺来寻找一下上方潜在的压力目标。这里我们还需要借助一下平行线，可以看到通过以上种种方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上方整体的压力目标它是位于 11.60 到 12.10， 其实距离当下的点位来说的话已经是比较近了。那这一波整体的走势运行完毕我们如何给它定义？从刚才我们从月线的这个整体幅度来看，我们再回过头看一下月线整体的幅度。目前来看以这个幅度来说的话，它也只能说是刚刚达成这个预期因为它已经触及到了黄金分割 0.236 的位置，也就 10.50。 所以从后期整体的一个发展来说的话，目前大概率是处于这个B 浪反弹，我们也常规是看三波形态，它可能会内部结构出现这个子浪的 A、B、C
那么这里我们知道了，再翻回周线图来看一下，此次的结构全部运行完毕，那么这一块我们整体可能会重新划分一下，当它全部走完，会有一个3波比较深的调整，再次向上运行。此处我们用蓝色段表示代表着前面这个5波的引导楔形红色段会合并为更高一个级别的走势。那这里我们先给它定义一下，这就是当前反弹的一个 B 浪 A 或者是 B 浪 A 的第一波，这就是当前整体走势的一个结构定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距离从现在的点位 10.3 向上的空间就是 11.6 到 12.1， 整体空间也大概就是1到1.7港币的左右空间。其实目前这个点位继续去追我个人觉得是风险比较大，因为第一，引导楔形已经出现了，第二，处于引导楔形当中的最后一个子浪5的上涨，并且在初期转势之后，引导楔形完成之后它必然会出现一个比较深的回撤，而且经常这个回撤会达到618黄金分割 0.618 到 0.764 这个区域。所以现在这个位置去追，个人觉得短期的风险大于收益。当然中长期我们还是看好它后期上涨的这个空间幅度的，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目前这个时间点，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合适不是特别合适。那通过刚才咱们这一系列的划分，那大概我们就知道了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以及向上的这个空间幅度的预期。那其实当下我们也是要等这个调整出现等这个所谓的 BB B 浪 B 或者是 BA 杠2的调整出现以后，我们才能参与下一个整体走势波段的一个上涨行情，并且下一个走势的波段上行的它的幅度也好，还是它的力度也好，甚至于说它的拐离率也好，都会远远超于第一波这个引导楔形的这个角度和幅度。接下来我们可以先预判一下后期整体上行的一个回撤的一个压力位置在哪里。通过诊断，我们大概就知道后期我们需要关注下方哪些位置是可以参与的这个 B 浪 B 或者是 B 浪 A 杠2的一个回撤目标后期我们要参与的这个位置，这一波行情我们也可以给它定义为 BC 或 BA 杠3。后期我们整体参与就是要参与这个 B 浪 C 或 B 浪 A 杠3的这个走势。那这里我们将时间调整到更小周期的天图。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品种，也可以不断的去再给我们分享出来。那后期我也是通过黄金分割这种波浪结构形态分析给大家尽量找出这种具备参与的这种机会同时也会提醒大家在哪些位置我们要注意风险。天图可能整体走势还不是特别清晰，我们还是回过头用这个月线来看一下用这个周线来分析一下。通过这个周线我们预判它会在这个 11.60 到 12.10 出现这个阶段性的一个回撤完成波段性的一个走势。那后期我们可以看到，后期如果出现 BB 或 BA2 的一个回撤，那下方我们需要关注的支撑目标支撑区域，那么就是在 8.80 到 7.30 这个区域。也就是说后期只有等回撤到这个位置才具备这个向上的一个波段的操作机会。当前的位置向上的空间比较小，你就算现在进场去追多你的止损都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放。因为创出新高以后，这个引导楔形完全有可能不抵达这个上方的压力11.60 到 12.10 就提前结束，对，并且它是处于引导楔形的最后一个子浪5当中，所以这个位置去追的话，个人觉得风险大于收益，盈亏比不合适，止损也无法去设置，完全没有必要承受这个从11到 8.8 甚至于 7.3 这个浮亏那么以上就是今天上午咱们第二支关于这个港股东岳集团的整体结构分析。那么也看到了目前中长期是看好的，看好它整体后期的一个上涨空间，幅度也会比较大。但是短期来说的话，目前不适合于追一定要等这一波第一波走势完成之后，出现第二波的一个深幅调整之后，那个时候以及那个时候的点位才是更安全的，并且止损较小防守比较小，同时向上的空间比较大盈亏比也是非常合适的以上就是今天上午咱们第二个票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